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同伴不被鬼子们玷污，拿起手枪对着同伴就是一顿射击。但是就在几分钟之后，那群鬼子全部都倒在了地上，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有人救了他，这个人叫老秦，他刚刚要坐车到后方去，但是却遭遇到了鬼子的袭击。鬼子一早就埋伏在了这里，为的就是老秦。他们的狙击手击毙了开车的司机，然后在狙击手的压制下，剩下的护卫也被悉数解决，只剩下了最后一名军官。这名军官想掩护老秦和剩下的一个女人离开，但是敌人猛烈的火力逼退了老秦，击中女人，也杀死了这个军官。在狙击手的压制下，女人即使想要自杀都做不到，她希望老秦杀了自己。老秦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是眼看鬼子们越来越近，老秦还是下了决心。他对着女人的方向连开数响，意识到自己的子弹打完。就在老秦已经绝望的时候，一声枪响从远处响起，他前面的一个鬼子突然间被爆了头，是狙击手。就在不远处的山上，一名狙击手早就埋伏在了这里，几乎是一枪一个。鬼子不断的倒下，但是鬼子的狙击手很快也已经找到了那个狙击手的方向。在其他鬼子们的掩护下，他正准备扣下自己的扳机，但是一声枪响之后，他倒下了。还有另外一个狙击手在这里，剩下的鬼子们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一枪一个被解决掉了。但是在车子的后方，还有一个鬼子在看着老秦，他的位置几乎是一个射击死角，两个狙击手都无法瞄准他。但是这毕竟只是几乎无法瞄准他，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解决方案。枪声响起，那个鬼子还在原地，但是他所倚仗的车子却倾斜了一点，那一发子弹打的是汽车的轮胎。紧接着另一发子弹也到了，他明明就露出了一点点，但还是被抓住了机会。老秦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尸体，吓得不住的发抖。死人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刺激了，更何况死去的人还是在他眼前被杀死的。远处走来了两个人，是救了老秦的狙击手，但是看着两人的服装，老秦却一句话都不说。明明自己已经获救了，可是老秦却依旧通体冰凉。原因就是面前这两个人，虽然他们看上去很和善，但是老秦知道他们是八路军，自己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否则的话恐怕自己依旧难逃一死。面对一句话都不说的老秦，这两个狙击手也是有一些头疼。他们是一对搭档，男的叫老高，女的叫天凤，他们都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人，他们是来打伏击的，不可能在这里跟这个男人耗太长的时间。于是他们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和老秦一起回了自己的根据地。到了根据地之后，老秦咚咚咚的灌了几大口水，可是面对八路军的质问，他还是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他不说不代表我们八路军战士就不知道他是谁。从鬼子的一张照片中，我们就已经猜出来了他的身份，谍报专家秦维洲，他是军统的一名重要干部，并且在他的身上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密码本，上面写满了日军的电文。这几年我党许许多多的成员被迫害，以及皖南事变中都有老秦的影子。可以说老秦间接地杀死了我们的许多同事，我们即使在这里杀了他都不过分。老秦也是一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自己这些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想到自己的身份这么快就已经被拆穿了。眼看自己的生命遭遇了危险，老秦还是老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为了打消掉这些人对自己动手的想法，他还说出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他已经找到了日军一份加密电文的会议关键，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可以完全破译日军的电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行动队长并没有什么看法，但是老高却吃了一惊。他是在苏联留过学的，他清楚地明白，如果破译了日军的电文，对于整个抗日战场来说意味着什么。曾经的俄国10万大军就是因为电文被截获破译，所以全军覆没。如果真的完全破译了日军的电文，那么我们将在自己的国土上给予日军重大的打击。而老秦也说了，为了抗日大局，希望八路军的兄弟们可以将他送到附近的小李庄，那边有他的战友接应他。虽然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不得不承认，老秦说的确实有道理。为了抗日大局，他们真的得将老秦送到小李庄。政委决定晚上由老高带着行动队一起，让自己熟知道路的警卫员带着他们过去，快去快回。因为鬼子最近的动作很大，极有可能是冲着这个老秦来的。但是政委这一次交代了，不要带上天凤。看着桌子上的照片，老高什么都没说。这天晚上，虽然行动队长老火不愿意去，但是还是带着武器上路了。一路上，在警卫员的带领下，他们顺利的越过了鬼子的封锁线，到达了小李庄。和警卫员预料的一样，到达小李庄的时候，天都还没有亮。但是当他们进入了小李庄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就在小李庄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深坑，里面全都是乡亲们的尸体，这里简直就像是地狱一样。看来鬼子们已经来过了。
老秦看着眼前的景象，有些站立不住。他靠近一堵墙，但是没想到墙却塌了，而墙的那面就是一个鬼子的宿营地。鬼子们和八路瞬间交上了火，一个鬼子想要拉响手榴弹，但是被一枪命中了头颅。手榴弹在鬼子中间炸开，几乎所有的鬼子都完蛋了。在突击队员他们检查鬼子的时候，田凤从阴暗处走了出来。刚刚的那一枪是他开的，他和老高是一组，两个人的小队如果不是一人牺牲，那么永远都不分开。看着这两个较真的人，老火不耐烦了。人已经送到了，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撤吧，要不然一会儿万一其他的鬼子过来了就麻烦了。可是老高不同意，政委的命令是将老秦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一点都不安全，他们需要把这个家伙送到后方去。听到这个提议，老火觉得不靠谱，这里都已经被鬼子占领了，那后方就更不用说了。自己可不愿意为了一个军统的人搭上自己兄弟的命，但是命令就是命令，他不愿意也没办法。在警卫员的带领下，他们经历1天1夜的时间，终于是到了渡口附近。但是眼看已经到了渡口了，眼前却出现了一个日军的炮楼据点。根据警卫员的说法，这个地方在几天以前还没有鬼子呢。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绕到另一个路口，距离这里大概有2天的路程；第二个就是端了这个炮楼然后再过去。正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一个老乡从这个炮楼里走了出来，看样子是给日本人送东西吃的。从老乡的嘴里，他们大概已经搞清楚了这个炮楼的兵力配比，是一个13人的小队，并且这个小队现在正在闹伤寒，很多鬼子都不愿意来到这里。听了这个消息，老高心里有谱了，把鬼子的这个炮楼给端了，看来也不是一件难事。老秦是极力反对，因为在他看来，就他们这几个人连重武器都没有，怎么能端了鬼子的炮楼呢？但是这里没有人听他的。在一番谋划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行动了起来，趁着夜色的掩护，战士们悄悄地抵达了预定位置。几乎在同一时间，战斗就已经打响了，比老秦预想中的要轻松不少。几声爆炸声响起之后，几声铃声的枪响，就差不多结束了战斗。但是经过大家的仔细计算，他们仅仅杀死了12个鬼子，距离一个分队13人还差了一个。在一番仔细的寻找之后，他们终于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找到了。但是这不是一个人，而是2个，一个日军伤员和一个说中文的日本医生。还没来得及审问他们2个，炮楼那边就传来了一声爆炸声。老高留下了一名战士在这里守着这2个人，他急忙赶到了炮楼的方向。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映入眼帘的就是重伤的警卫员和老秦。老秦听说这里有个电台之后，非要去看看，但是没想到一名鬼子装死，在老秦和警卫员走出来的时候拉响了手雷。众人急忙将警卫员和老秦一起抬到了军医所在的房间，他们逼迫着军医救治警卫员和老秦。然而军医只是看了一眼警卫员，就说伤势过重，自己救不了了。至于老秦，只是一部分弹片进入了体内，没有生命危险，自己可以救。警卫员很快就因为伤势过重死去了。而给老秦做手术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以现在的条件来说，老秦的手术耗时可能会比较长。老高没有选择，他只能选择做。就在医生准备开始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日本军部打来了电话，他们已经发现了小李庄的日军被杀死的消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将派出一个小队增援这个渡口的日军，2个小时以后就会到这里。虽然军医没有泄露八路的消息，但是焦虑的气氛依旧漂浮在众人的头顶。而老秦也说出了一个坏消息，在电台边上，他发现了日军的电文，凌晨的时候，他们将会对大李庄发起突袭，而大李庄就是八路军总部所在的位置。老高想走，但是老秦还在这里，他不能走，只能派出了一个跑得快的战士去送信，而剩下的人就在这里完成自己的任务。警卫员死了，他们不能让警卫员白白牺牲。天很快就亮了，他们也在日军的工事中做好了准备，准备抵抗即将到这里的日军。不久之后，日军还是到了这里，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八路军，但是因为多次喊话都没有人答应，他们也起了疑心。战斗的阵型很快就展开了，在对上了我们的部队之后，他们还是太嫩了，机枪和狙击枪一起发威，这几个小鬼子很快就魂归天机。但是就剩最后一个小鬼子的时候，天风再次失手了，他们还是漏了一个。屋里的老秦还在手术，可是看着满身是血的老秦，天凤很疑惑，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护着这个人呢？但是当他捡到了老秦身上的密码本的时候，他想起来了，这个人他小的时候见过，就在自己的家里，是他杀了自己的父亲。老秦是天凤的杀父仇人，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天凤愤怒的想要杀死老秦，但是被阻止了，阻止他的人就是老高，保护老秦是他们的任务，何况老秦活着的用处比死了更大，他不可能让天凤杀了老秦的。几人还没来得及说上话，外面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哨声，
徐送信的战士回来了，而在他的身后是鬼子们的步兵炮。一轮轰击下来之后，这个看上去无比坚硬的工事已经残破不堪了。其中一名叫郭奎的战士知道，如果不解决掉这几门步兵炮，所有人都会死。于是他捡起了鬼子剩下的掷弹筒，向着鬼子们悄悄地爬了过去。一发不中，鬼子发现了他，所有的火力都向着他倾泻而来。就在步兵炮的炮弹落下之前，郭奎的第二发炮弹打了出去，这一发直接命中了鬼子们的弹药箱。巨大的爆炸席卷了这群鬼子的阵型，步兵炮被解决了，但是鬼子们借着烟雾弹再次冲了出来。面对坚固的工事，鬼子们似乎也是在用命来填补。在经过激烈的射击之后，鬼子们留下了一地的尸体。老秦的手术几乎已经做完了，但是很明显，鬼子们也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了。这一次，他们调来了一辆坦克，所有的步兵都跟在坦克的后面，为的就是防止老高和天凤。老高在这个时候放走了那个鬼子的伤兵和军医，这毫无疑问给了他们掩护，让鬼子迟疑了一下。但是遗憾的是，鬼子就是鬼子，他是不会放过自己人的。为了救下军医，一名战士牺牲了。在这个时候，就连老秦都已经有了觉悟，为了他，死去的人已经太多了。他希望老高他们离开这里，不要管自己了，这样还有可能又有一线生机。可是没有人答应，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了，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在战壕前，老虎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了老高，下一秒自己冲了出去，他要干掉这辆坦克，不能让自己的兄弟继续死下去了。田凤和老高不停地攻击着鬼子坦克的观察窗，这个也终于给了老虎一个机会。他抱着炸弹钻进了小鬼子的车底，坦克在爆炸中损毁了，但是老高却留下来了。他要拖住鬼子前进的步伐，是给天凤他们争取时间。战争迷雾中，鬼子们看到了一个坐在地上的人，当他们靠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的身后是已经点燃的炸弹引线。渡口、军医、老齐和天凤他们看到了滚滚的浓烟，他们都知道老高没了，他们安全了。老齐回到了军统之后，成功的破译了日军的电文，为击落山本56的作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军医也彻底对日本人失去了信心，留在了中国，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反法西斯战士。这个男人手里的罐头盒里装着不少豆子，每一次他杀人之后都会在里面放一枚豆子，他的目标是将自己手中的罐头盒装满，他想当一个英雄。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做孙承欢，他自称是一名狙击手。几天前他接到了命令，来到了前线的战场上，和他一起来的有2个排，但是活着到了阵地上的只剩下了4个人。但是当他们到了阵地上之后，连长根本顾不上吐槽，战斗就打响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是英雄还是狗熊，战场上见。敌人已经压上来了，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这几个活下来的人也迅速的投入了战斗。老皮作为他们中间资历最老的士兵，在战场上也应对的游刃有余，甚至还能在空闲的时候调侃一下孙承欢。连里的狙击手柱子已经打死了好几个敌人了，但是上战场之前，一脸高冷的孙承欢到现在还一枪没开呢。其实孙承欢不是不想开枪，他是在寻找机会，寻找一个最大化杀伤力的机会。就在老皮调侃他的时候，机会已经来了。他扣下扳机，一个美国士兵的弹药袋被击中，爆炸直接炸死了4个人。这一枪连老皮看了都不禁要叫声好。而自从开了第1枪，孙承欢的枪声几乎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每一枪几乎都会带走一个敌人，一连击毙了7、8个敌人。看到这些的柱子也不由得和孙承欢较起了劲儿。不远处，一个美国鬼子捡起了地上还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准备扔回战壕中去。这一切都落在了柱子的眼里，瞄准开枪，美国鬼子被击毙，而孙承欢也抓住了机会，一枪击中了从美国鬼子手里滑落的手榴弹，手榴弹被引爆，又是好几名美国鬼子被炸死。柱子回头看了孙承欢一眼，这个年轻人看来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得多。第一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戴着眼镜的马苍山向着孙承欢表示自己的谢意。今天孙承欢救了他2次，一次是自己被炸弹炸倒之后，一名美国鬼子正要补枪，被孙承欢发现，孙承欢击毙了那个美国鬼子。第2次是孙承欢打爆了那枚手榴弹的时候，因为那枚手榴弹是他扔出去的，如果美国鬼子扔回来，可能他就没有命了。面对感谢，孙承欢毫无波澜，只是自顾自地向着自己的罐头盒子里放豆子。来到战场上的他就是来立功的，至于救人，那只不过是顺手罢了。有这么一个持枪手在，全连上下都很振奋。仅仅在第2天的一次小规模伏击中，孙承欢就击毙了4个敌人。柱子将这一幕都看在了眼里。孙承欢没来之前，这个任务连长是肯定要交给自己的，但是这孙承欢一来，自己的地位那可是岌岌可危啊。既然孙承欢也是一个狙击手，那么他们就比试比试吧。他拦下了孙承欢，挑衅一般的摇了摇手中的罐头盒，几个了？孙承欢看了看柱子，只是说了一句：迟早超过你。但是仅仅3天的时间，他们的水就已经喝完了。
美国鬼子在我们的头上没日没夜的轰炸，这让连长一肚子火气。他下令夜里突袭1号阵地，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实力强悍的一排手中。他们要负责剪断敌人的铁丝网，这活儿可不是那么好干的。美国鬼子的铁丝网上挂满了罐头盒，一个战士不小心就触动了这些罐头盒。片刻的宁静后，一发子弹打穿了战士的头颅，探照灯随即亮起，而无数的美国士兵在这一刻同时从战壕中探出，开始射击。原本是一场偷袭，但是美国人却早有准备，这下他们被动了。机枪手在疯狂地向着他们倾泻火力，美国的狙击手也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再加上探照灯的支持，志愿军的战士们一时间居然被压制住了。柱子想打掉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机枪手，但是美国鬼子的狙击手封锁了他所有的路线，他甚至无法找到鬼子狙击手的位置。但是孙承欢找到了，可是美国鬼子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孙承欢即使知道敌人的位置，也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为了战斗的胜利，柱子再三确认孙承欢是否能击中鬼子的狙击手。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柱子窜出了掩体，一枪打掉了敌人的探照灯，但是他自己也被子弹打穿身体。趁着这个机会，孙承欢一枪干掉了敌人的机枪手，紧接着一枪击中了敌人狙击手的耳朵。孙承欢的手里拿着一个染着血的罐头盒，不用看，这里面装的也是豆子，但这不是孙承欢的，是柱子的。他也有一个想要成为英雄的梦想，但是现在他没有时间实现了。扪心自问，如果是柱子找到了狙击手的位置，那么孙承欢会不会牺牲自己成全柱子呢？他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孙承欢成了连里面的大英雄，成为了正面的英雄人物。连里面还想让他到四处去演讲宣传经验，但是孙承欢拒绝了，他想留在这里，他要打美国鬼子。你只要打死50鬼子，我就给你申请2等功。这是连长亲口说的。就在孙承欢拒绝了演讲的命令之后，有了这个承诺，孙承欢再一次有了目标。或许成为英雄的路上必须要有牺牲和痛苦吧。不久之后，美国鬼子封锁了水源，而金川在取水的时候被击毙了，这是他们这4个支援阵地的战士中第一个牺牲的。而孙承欢杀死的敌人数量已经达到了35个，只差15个，2等功就已经到手了。金川的死给了孙承志和老皮巨大的打击，3辆车活了4个人，现在却只剩下3个了。在不久之后，一次伏击任务中，孙承欢发现了敌人狙杀金川时留下的弹孔，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次的敌人很不简单，于是他们在金川牺牲的地方附近埋伏了起来，并且埋好了几个掩人耳目的陷阱，试图迷惑美国鬼子的狙击手。但是他们一直等到了半夜都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就在他们以为今天的埋伏失败，准备撤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狙击手一枪打掉了孙承欢的步枪，他几次去捡枪都被那个狙击手打了回去。到底还是都市人的脑子好使。马苍山突然开始大声的和孙承欢聊了起来，而孙承欢和老皮也明白了他的意图，两个人很快就开始了自己喊话。果然左一声右一声的喊话让这个美国狙击手有些慌张了，他的瞄准镜不断的左右晃动，忽然间他看到了一个东西飞了起来，于是下意识的就是一枪，但是那只是一个罐头盒子，被击中之后里面的豆子都洒了出来，这是柱子的留下的盒子。而趁着这个机会，孙承欢捡起了自己的枪，一枪命中了敌人的狙击手，这是个大功绩。但是孙承欢却闷闷不乐，他知道能感觉到自己杀死的那个狙击手不是打死金川的那个，也就是说敌人还有一个狙击手在暗处埋伏他们。可是那个狙击手一直都没有露面。日子一天天过去，孙承欢距离50个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最近的敌人却是异常的反常，他们很少再有活动，而这一个名额孙承欢也迟迟无法完成，他渐渐的开始焦躁起来了。这天晚上，孙承欢和马苍山和老皮一起悄悄地溜了出来，他们要寻找美国鬼子身上留下的补给。在夜色的掩护下，行动进行的十分顺利，他们也找到了不少有用的好东西。但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孙承欢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美国士兵，2等功就在眼前。孙承欢忍不住了，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后面的老皮一直劝说他，希望孙承欢可以改天再杀敌，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如果出现意外，那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可是孙承欢说，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一枪毙命的事情根本没得说。他让老皮和马苍山先走，但是大家都是一起出来的，哪有自己先走的道理呢？孙承欢也不再多说，扳机扣下，那个美国士兵应声而倒。但是这次孙承欢栽了，那个美国士兵只是一个诱饵，而在一旁的尸体堆中，一个枪口已经悄悄地对准了孙承欢他们。这就是美国鬼子的另一个狙击手，也是那个狙击手的父亲，就是为了对抗孙承欢他才来到这里的。金川也是他杀的，他已经等了孙承欢很久了，这次终于上钩了。一声枪响，老皮的手臂被击中了，可是孙承欢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狙击手的位置。紧接着又是2枪，一枪打在了孙承欢的附近，将他逼回掩体，一枪再次击中了老皮。老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让孙承欢他们不要出来，但是他自己却挣扎着站了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枪，老皮的心脏被击中了。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传来了飞机的声音，美国人的轰炸到了。那个美国狙击手暗骂一声退走了，而孙承欢也被落下的炸弹震得晕了过去。孙承欢将那个象征着自己荣誉的豆子一个个倒了出去，这是他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他意识到了自己曾经想成为一个英雄的理想是那么可笑。战争从来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上好日子，不会受人欺凌。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他们的连队已经不剩下多少人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战斗。所有人都拼尽了自己的全力，想要挡住敌人的进攻。手榴弹、机枪、步枪、迫击炮，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可是在孙承欢的耳朵里，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真切。他在上一次的爆炸中耳朵出现了问题。一边的马苍山看着他有点着急，敌人的狙击手已经在挨个点名了，可是孙承欢已经很久了，还只是开了一枪，这一枪还打歪了，打在了迫击炮的炮筒上。这和他平日里不一样啊！不停的有战士在战斗中死去，美国的火力优势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却都坚定的战斗在阵地上，即使是要死也要拉上敌人一起。连长迫切的希望请求火力支援，但是通讯员在一次炮击中死去了，无线电也被炸毁，他们现在只能去接上断掉的电话线了。指导员自告奋勇的拎着线轴就冲了出去，但是在那一片毫无掩护的山坡上，他就是一个活靶子。美国的狙击手很快就发现了他，一枪指导员的胳膊断了，两枪指导员的腿也中了一枪，但是他依旧在挣扎，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断掉的地方，他想要把这两根线接在一起，但是只剩一只手的他无法做到，于是他将一头咬在了嘴里，一头握在了手里，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起了电话线。几秒钟之后，美国的狙击手再次击中了他，但是也正是这短短的几秒钟，让连长将炮火支援的请求发送了出去。而这个时候，孙承欢也动了起来，他找到了那个美国狙击手，现在他的眼里也只有这个美国的狙击手。双方的较量很快就开始了，美国人占着自己的器械优势，占据了一点上风。孙承欢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一发炮弹却在他面前炸开，他被震得眩晕了一会儿。马苍山很快赶了过来，希望可以帮助到孙承欢，但是下一秒，孙承欢的枪就被从天而降的炮弹击中，炸成了两截。莫西纳杆是孙承欢用的最顺手的武器，但是现在没了，枪没了，狙击手要怎么办呢？但是巧合的是，就在马苍山的身边，他找到了一把美国人的枪。虽然枪不同，但是击毙敌人的信念是不会变的。孙承欢一发子弹就擦伤了那个美国鬼子的脸颊，紧接着两人开始互相攻击了起来，他的大腿被击中了，而趁着这个机会，他紧紧地压制住了美国的狙击手。而美国人的飞机轰炸也在这个时候到来了，孙承欢没有撤退，美国鬼子却待不住了，他不想死在自己人的炸弹下，他决定拼一把。可是很明显，他并没有早已经准备好的孙承欢快，一枪正中眉心。在这场战斗中，除了马苍山，整个连队没有第二个人活下来。这部电影取材于上甘岭战役，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场战斗，其中著名的狙击英雄张桃芳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一战成名。当时的战斗中，我们组成了著名的狙击小组，给美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阴影，甚至到了后来，美国人来拍了一部名为《狙击兵岭》的电影，来还原当时的战争。而这部电影之后，上甘岭在美国人的口中也成为了著名的美军伤心岭。1941年的德国几乎将苏联人赶尽杀绝，但是当冬天到来的时候，严寒成了苏联人最为有力的武器。在严寒的帮助下，苏联人接连重创了德国人数次，尤其是莫斯科战役的胜利，使得苏联的勇气空前上升。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要知道，这可是1941年的德国，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说德国的战斗力不行，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上帝，而剩下的人应该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不过当时的苏联上层人均上帝，他们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打了胜仗，那么接下来的胜利只会越来越多，只要他积极应战，德国人很快就会被赶回自己的老家去。于是在高强度的战争中，前方的兵力迅速损耗，而后方的征兵行动开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在苏联后方的土地上，有很多人对于当时的战争并没有什么感觉，他们也认为战火距离自己还很远。可是当两个年轻人经过了一番缠绵的约会后，就在村子里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象。在村子的中央聚集了大批的村民，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挤到跟前，年轻人大刘才发现自己的女朋友的母亲悲痛欲绝地倒在地上放声大哭。他一共有2个孩子，大女儿就是和大刘谈恋爱的那个，但是自己的小儿子却收到了征兵来信，自己的儿子被选中参军去了。前线的战事虽然大家不是很在意，但是也都知道战斗的激烈程度，这一去就很有可能回不来了，所以有这样的感情也在所难免。可是看着这个正在哭泣的未来丈母娘，大刘心里不是滋味。
他也想去参加部队抗击德国人，对他来说，报效祖国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可家里唯一理解他的只有他的父亲，剩下的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的2个妹妹，都舍不得他的离开。这件事还有的商量吗？没有。大刘背着自己的行李就来到了军队。在新兵的训练营中，很多人都和大刘有着一样的经历，他们有自己的舍不得的家人，有自己离不开的爱人，但是为了祖国，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自己的亲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来到了这里。刚到这里，负责训练他们的军官就让他们见识到了部队的严厉。训话之后，甚至还没有休息，立刻就开始了跑步训练。队伍中的老李是一个猎人，他也是自己愿意来的。几天前，在他回到村子里之后，看到的景象和大刘看到的差不多，也是一群人围在村子的中央，还有部队的人在走来走去。一个老妇人正在和这些士兵大声地争论什么，原来是他们的母亲为了阻止大刘他们被带走，所以和前来征兵的士兵起了冲突。不过大刘十分的明事理，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很配合的就跟着征兵的汽车离开了。有这样是在征兵名单上来的，也有很多自己来的。老王是一个教师，每天都会带着自己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孩子们也十分的喜欢他。村子里的老人对老王也是十分喜爱。但是作为一个信徒的老王，在祈祷的时候听说了征兵的消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老王剪去了自己的大胡子，背起了自己的行囊，也踏上了前往军队的道路。不过也不只是这样的穷苦人想要加入军队，富家子弟也有不少人试图加入军队保家卫国。在城里，小赵的家庭还是很富有的，他从小也接受了十分优质的教育。可是当征兵的军官来到他的家里的时候，他的家人只请那个军官吃了一餐丰富的晚宴，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贿赂那个军官，让自己的儿子可以老老实实的待在安全的后方。那个军官明显很受用，可是小赵却不想这么做。他读了很多年的书，他所接受的教育不允许他这么做，并且他还是曾经的侯质冠军，有着非凡的天赋，说不定在战场上可以大放异彩呢。当这群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才能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他扔出去的第一枚手榴弹就震惊了当时的军官们，从来没有人将手榴弹扔得那么远。他们想让小赵再试一次，但是这次依然惊掉了他们的下巴。这些天赋异禀的新兵们在一次次的接受最严苛的训练，无论是长距离行军还是匍匐前进，都让这些士兵吃尽苦头。不过他们的进步也是巨大的，相信依靠他们的力量，很快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了。但是在这些训练中，也有不少人有些难以支撑。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没有一个人放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他们渐渐地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士兵。可是对于他们这支队伍是否要迅速地送到前线去，上级始终没有确定。在一部分的人眼中，现在这个时间上，他们完全可以打出一个反击战，来给自己的部队增加一些信心。可是前线的战况其实并不理想，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的前线就是一个绞肉机，上去多少人死多少人，根本没有任何的生还机会可以说。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静观其变，看看前方的战事，再说后面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前方的战事过于惨烈，更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经过了莫斯科战役之后，德国人的攻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可以说让他们前期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对于德国人闪电战认识不清楚所导致的。他们现在应该仔细地分析一下德国人到底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攻势，自己才好应对。可是这样想的人始终还是少数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想把德国人尽快地赶走。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德国人的闪电战和前行战术对他们猛烈的攻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克制关系。并且德国已经在冬季失利了之后，开始了新的作战计划。苏联人不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和德国人来一次自己一厢情愿的大决战，彻底的将德国人赶走。可是看着这些酣睡的士兵，教官也想起了自己曾经在战场上的岁月。漆黑的夜里，只有子弹划出的弹痕和火炮爆炸出的亮光，到处都有尸体，有自己人也有敌人的。他在战场上匍匐前进，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战友就死在自己的怀中。他想去救自己的战友，可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生命在怀里流逝的感觉，他这辈子不想再感受了。可是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必须带着这些新兵去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战斗。他们将在刻赤海峡进行一次登陆作战，这是苏联人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虽然是一次登陆作战，但是这也是一次战略反击战。当时恰逢德国的南方攻势开始，他们要集中兵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第一次攻击失败了。塞瓦斯托波尔地区的守备力量强得超乎他们的想象。经过3次的进攻之后，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德国人的触手终于是深入到了苏联的阵地中。
为了遏制德国人的攻势，苏联方面决定在刻赤海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可是德国人也不是吃素的，在海滩上，他们布置了大量的火炮和火力点来阻止苏联人的增援。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只能活下来一方的战斗，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听着四处的炮火声，海浪不断的冲击着他们的登陆船，不少士兵吓得哆哆嗦嗦的，甚至还有的士兵已经吓得尿了裤子。可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很难有不害怕的，更不要说这些连训练的时间都十分有限的新兵了。在所有人慌乱的情况下，政委不仅没有在打气，甚至还在宣读所谓的战场纪律，只要逃走或者没有收到命令就撤退，都属于临阵脱逃，是会受到他的制裁的。说完之后，还确定每个人都听到了，越是靠近海滩，他们的处境就越是危险。有人试图提前下船冲锋，可是迎面而来的只有呼啸的子弹。这些人的倒下，让很多人都放弃来提前下船的想法。可是到了海滩边上，他们就真的可以下船了吗？在海滩的边上布满了尸体，都是登陆失败的战友们的尸体。可是要想活下去，就不要被这些尸体所阻拦。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切能躲避子弹的地方去，然后不顾一切的向前冲出。海滩上的巨马、各种掩体都是他们躲避子弹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能只躲在一个地方去。但是德国人的火力点不止一个，你可能在掩体后面躲得过一个火力点的子弹，2个火力点的子弹，但是你无法躲过数十个火力点的子弹。更何况德国人的火炮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炸开了，根本无法预测。他们这些人是幸运的，因为前面的士兵们已经用自己的生命在这里筑起了一道道的工事，虽然简陋，但是总比没有强。他们最起码可以在这里进行自己的反击了。可是他们也是不幸的，战争进行到了这个程度，双方已经彻底的杀红了眼，只要能有杀死敌人的机会，就不会有任何的手下留情。双方的距离十分的近，一个德国士兵几乎以接近90度的角度打出了一发迫击炮弹，可是当炮弹落下的时候，刚好落在了一处苏联士兵的掩体后方，几名苏联士兵在尖叫声中被炸得粉碎。德国人的炮弹根本就没有停下过，子弹也如同雨点一般倾泻，而对面的苏联士兵想活下去，除了最为敏锐的观察力和感知力，运气也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毕竟有些士兵就算被吓瘫了，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一串扫过的子弹所绕过去，而有些士兵即使在巨马的后方，也有可能被一枪爆头。双方交火的激烈程度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德国人的火力网就在苏联人的头顶交织，可是苏联的士兵依旧在丝毫不停地向前冲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攻击对面的德国人。可是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前方的时候，一名士兵却看到了自己身后发生的一幕，一名畏缩不前的士兵被指导员击毙。战场上逃走确实是大罪，但是在这样缺少士兵的时候，依然如此果断地枪毙自己人，这让那些人很不理解。可是他们也没法说什么，因为这就是那些指导员的权利，他们就是要防止军队溃逃的。现在前面的战士们只需要想一点东西，那就是如何击溃德国人的防线。虽然政委一直在后方督战，可是他确实自己也没有退选，但凡是有一点点的机会，他都会和自己的部下一起前进。可是不幸的是，这个政委在前进的过程中被击中了，到了掩体后面的时候，眼看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没有人管他了，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德国人的机枪手，为了干掉这些机枪手，几个射击天赋很好的士兵拿起自己的枪，接连打死了几名德国机枪手，这毫无疑问是振奋人心的一件事。可是德国人中显然也有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苏联士兵被击杀，医疗兵在四处救人，可是他们救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这些德国人屠杀的速度。德国人的火力很是凶猛，可是在队友的掩护下，新兵中的那个狙击手也是接连干掉了好几名德国机枪手，这个他们的攻击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改善。一部分人悄悄地摸到了德国碉堡的附近，喷火器启动的瞬间，里面化成了一片火海。可是这只是战场的一隅之地，到处都在死人的战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注意这里。但是借着友军的掩护，那个新兵的小组已经悄悄地摸到了德国人阵地的附近，这里有德国人的机枪阵地，同时也是一个火炮阵地。在他们的突袭下，这个阵地上的敌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但是强大的火力压制的也是让他们无法继续前进一步。终于在一阵烟尘的掩护下，小赵找到了机会，他靠着自己惊人的臂力，在相当远的地方向着敌人的阵地上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这一枚手榴弹可以说是立了大功，不少德国人死在了这枚手榴弹下，而他们也顺利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这给剩下的苏联士兵极大的鼓舞，他们咆哮着冲出了自己的阵地，向着德国人冲了过去。而面对这样势如猛虎的苏联士兵，德国人只能选择溃逃，穷寇莫追，
剩下的苏联人只有欢呼声回荡在这片阵地上。可是欢呼之后留下的有什么呢？或许只剩下了落寞。他们带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到这里，希望可以抗击敌人。可是在战地医院中，重伤死去的人不是一两个，上一秒正在抢救的战士，下一秒就中断了呼吸。这才是最残酷的现实。苏联人的攻势短暂地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可是他已经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兵力，接下来的仗怎么打呢？不想打飞机技术再现江湖，这次做出这件伟大壮举的是一个苏联的狙击手。没有人知道切林是否打中了飞机，直到几个小时以后，从相貌特征来看，切林似乎是雅库特人，当然后来也被称为是通古斯人。这是一个极其擅长狩猎的民族。有传言说，雅库特人起源于蒙古的中部地区，曾经是我国的附属民族。二战时期，这个民族出了不少强悍的狙击手，比如我们之前讲的通古斯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上级收到了信息，在他们的后方有一架德国的飞机坠毁了。当苏联的士兵们赶到的时候，发现这个飞行员已经被击毙了。因为现在就在他们对面的阵地上，一个德国人的王牌狙击手正在狩猎他们的战士。战士们根本不敢在战壕里面抬头，哪怕是用潜望镜观察，都会被狙击手击中。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和敌人的狙击手抗衡的人，也就是惊喜。但是一边的军官又郁闷的，这俩人在说啥，一句都听不懂。现在这里属于是最前线的地方，德国人试图进攻，但是他们无法突破苏联人的防线。苏联人试图反攻，但是狙击手让他们根本无法冒头，双方就这么僵持在了这里。但是死神似乎就在他们的身边，在巨大的压力下，一个眼镜终于是承受不住了，他大叫离开，爬到了战壕的外面，试图和那些德国人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德国的机枪手正无聊的呢，突然出来一个靶子，让他着实有点。剑林已经缩回了战壕中，这才是猎人。而趁着德国狙击手寻找目标的时候，他的两个战友也回到了战壕中。这次的失败使得德国人异常愤怒，从来都是他们狙击敌人，玩了几年鹰了，这次却被鹰打了眼，这个仇必须要报。这次他们的任务是抓一个德国的士兵回去拷问情报，派出来的除了切林还有另一个狙击手。不过这个狙击手心理素质比较差，当切林于是在切林走了之后，手指一点都不听使唤，情不自禁的就摆出了金手指。也就是还没有到射击的时候，从这个战俘的嘴里他们得到了一部分有用的情报。德国人可能在酝酿一次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至于具体的袭击内容是什么，上级并没有说。那个失手的士兵为了一雪前耻，开始用功的练习射击。可是无论如何，射击还是要靠自己的感觉，当感觉良好的时候，射击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上级希望切林可以再次带队到德国的地盘上去侦查。这个时候，其实总部的那个通讯员也一直在寻找切林的信号，而两人就这么对接上来。为了避免敌人在监听这个电台，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家乡话交流。这就是通讯员是少数民族的好处，不要说敌人了，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女狙击手能有多厉害？两个女狙击手150码开外，对着两个勺子各开了3枪，随后看都没有看就走了。3发子弹的弹着点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下他们怎么吃饭呢？可他们都是这里的学员，因为战争的缘故，前线的兵员已经渐渐的紧张了。为了能够补充士兵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开设了女子狙击队伍，希望可以发挥出女性的优势。但是在这里，他们蓄起的长发被粗暴的剪下，裙子被没收，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头男生一样的短发和一套绿色的军装。在军队中没有丝毫的个性可言，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后悔。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他们来到这里之前，可能是一个学生，可能是一个营业员。就在他们换衣服的时候，西蒙也回到了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虽然这里有平静的环境，但是对于自己即将做出的这一份工作，西蒙还是感觉有一丝的不适。不过既然西蒙不愿意说，他也不愿意过多的询问，只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狙击的精英居然如此的年轻。当冷冰冰西蒙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居然高兴的一把拥抱了过去。这人是西蒙曾经的老师卓雅，可以说西蒙就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没想到两人居然以这样的方式重逢了。校长见到这一幕是没有问题了，不过一边的一名男教官似乎对此颇有微词，一个士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可是当他叫住了那名士兵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有认错人，那就是自己才17岁的小女儿。她从技校里逃出来了，还瞒着自己加入了军队。可是一番交流之后，卓雅也明白了自己是一名狙击手，女儿作为女性，她们的压力比较小，并且忍耐的极限也比男人要高。
观察力和夜视能力同样出众，并且在受伤之后，女性会变得更加坚韧。看着拿着报告振振有词的校长，男教官也没有就这样妥协。或许他不懂什么科学，也不懂什么心理学，但是那些专家也同样没有看过死人的脸，也没有试过被枪击之后的滋味。他们说的或许有道理，但是自己说的这些才是战场上会遇到的情况。可是他们的校长却有一些心神不宁。昨天晚上和男教官争论了一番之后，他去查看了男教官的资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男教官曾经是狙击队的教练，也是芬兰滑雪狙击队的指挥官，曾经获得过列宁勋章以及红旗英勇奖章。这样的履历简直是神话一般的存在。在男教官来送资料的时候，校长也说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承认了自己的无理的错误，而其中一些有天分的孩子更是在训练中大放异彩。西蒙和卓雅对这些孩子也渐渐的有些欣赏了起来。不过对于在其中表现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女生，他们还是给出了惩罚，让她去厨房削土豆。面对这个惩罚，虽然有一些女孩对她冷嘲热讽的，看到这样的场景，西蒙和卓雅相视一笑，向着学员们要了2个勺子，然后将勺子插在了150码以外的地面上。两人一个蹲姿一个站姿，3枪之后，勺子上只有1个洞。这下那些孩子们彻底的服了，他们的枪法很准，德国人不停的倒下，可是打到一半，他们却没有了子弹，德国人压了上来。而此时，剩下的战士们也挨个被击毙，敌人也有狙击手在这里。一架直升机缓缓划过北高加索上空，突然一枚防空炮弹向着它发射过去，眼看灾难即将来临，炮弹却突然拐了个弯，在飞机后面炸出一个黑色的蘑菇云。男人慌了，连忙又喷出备用的防空导弹，对准飞机直直的发射出去，可结果还是一样，这让他们彻底傻眼了。难不成这导弹还会认飞机？没错，这款防空导弹确实会认飞机，而且只是俄罗斯的飞机，因为这是俄罗斯设计的真式便携式防空导弹，上面有敌我识别自动应答设备，自家的导弹不会误击自己的飞机。虽然袭击事件没有成功，但这件事还是惊动了莫斯科联邦安全局。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此次袭击他们的是车臣恐怖分子的头目沙米利，因为走路一跛一跛的，人送外号瘸子。而他们使用的真式便携式防空导弹是俄罗斯的最新修改款，军队刚拿到，恐怖分子就已经用上了，这让他们后背发凉。恐怖分子的手竟然已经伸得这么远了。从安全局出来，拉维上校找到前特工叶格尔，请求他加入专门清剿车臣恐怖分子的特遣队，却被叶格尔一口回绝。叶格尔已经厌倦了特工的生活，因为2年前的车臣战争中，叶格尔和同事镇雅被瘸子俘获，想要用他们和俄罗斯政府交换人质，可瘸子只需要换回1个人。当时叶格尔被他用枪抵住脑袋，他害怕极了，在心里祈祷上帝救救他。随着砰的一声，镇雅却倒在了地上。对此，叶格尔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他觉得是自己偷走了本该属于镇雅活下去的机会。耶格尔来到镇雅的墓地，临走时遇到了镇雅的母亲。耶格尔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从口袋掏出一沓钱递给他，说是上级给的补贴。随后耶格尔找了个借口准备离开，可镇雅的妈妈却突然问他：“你抓到杀镇雅的人了吗？”耶格尔愣住了，随后回答道：“两人告别后，为了给同事报仇，耶格尔决定加入拉维的特遣队，重返北高加索。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名年轻中尉铁木。根据情报中心的数据显示，国外势力资助叛乱者的金额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全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抢劫案，有证据表明这一切背后都有瘸子在推波助澜，这说明他现在十分需要钱。那么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们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瘸子为了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开始大规模的购买各种重型武器，制造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助手莫拉德告诉他，在格鲁吉亚有很好的导弹，都是苏联产的旧货，不会被诱导，可以击落任何飞机。可现在他们钱不够，瘸子让他不要担心，阿拉伯朋友的钱过2天就到。接着就是让谁来运送这些导弹，事关重大，这个人必须可靠。瘸子立马想到自己的老手下伊萨。伊萨年轻时是瘸子的狂热追随者，可随着身体的每况愈下，不得不回家和2个小女儿过起了平凡人的生活。再次接到瘸子的电话，伊萨显得有些错愕，他抬头看了看楼上的2个女儿，最终还是接了起来。回到基地后，耶格尔等人立即与当地政府一起针对瘸子的交际网展开排查，其中一个名叫拉西莫夫的男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耶格尔几人立即对其展开24小时监控。特遣队跟着拉西莫夫来到了一家汽修厂，看到拉西莫夫把一个包裹交给一名男子，
耶格尔猜测里面应该是钱，于是他们决定跟踪这名男子。他让铁木以汽车故障为由挡在男子的前面，自己则趁机在车上安装追踪器。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特遣队的车子在经过村庄时被羊群挡住了去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子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通过追踪器，耶格尔发现男子在村里停留了一会儿，便开着车回来了，这说明钱已经被送出去了。特遣队立即将男子逮捕带回基地。经过一番威逼利诱，男子告诉他们自己把钱交给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就住在村口里。4-й по левую сторону. Там еще ворота такие старые, голубые. 耶格尔与拉维两人根据男人的描述，趁夜潜入那所房子，却发现里面除去一个喝醉的女人外，一个人也没有。拉维告诉他，这个女人的弟弟小白自称是瘸子的手下，警方无数次想要策反他，都无疾而终。为了引蛇出洞，耶格尔和拉维准备拿自己当活诱饵。村民看到后，自然会报告给小白，说政府来看望他的姐姐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出村庄，随后带人守在村口，时刻关注这间房子的动向。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铁木发现一队恐怖分子进入房子，耶格尔等人也悄悄摸了进去，很快就与恐怖分子展开枪战。耶格尔等人毕竟受过专业训练，对付这群恐怖分子完全是小菜一碟。结束后，耶格尔找遍整栋房子，也没有发现小白的身影。殊不知，小白此刻就在他们楼顶。趁着耶格尔等人松懈，小白直接从楼顶跳下，开枪打伤一名警员之后，迅速往外跑。耶格尔让大家不要开枪，还要抓活的，然后起身追了上去。最终在河边成功将其抓获。为了尽快得到情报，耶格尔直接从车里拿出一桶汽油倒在小白身上，拿出打火机询问他瘸子的下落。小白被他这一举动吓傻了，连忙透露瘸子和他父亲都在荆楚巴桑村。看着铁木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耶格尔告诉他，你要想和狼一起生活，你必须像狼一样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后，耶格尔直接将小白拽上车。晚上，小白无意中透露出瘸子正在购买导弹的事情。耶格尔一听大事不妙，刚想要往下细问，小白却挣脱了手铐，直接勒住司机的脖子。慌乱中，司机将车停在了悬崖边，小白想要打开车门跑，不料一脚踩空，伴随着惊恐的尖叫声掉入万丈深渊。随后，特遣队驾驶飞机来到荆楚巴桑村，在确定目标后，开始对这个院子进行无差别轰炸。转眼间，火光四射，院子里的恐怖分子瞬间被炸成碎片。强大的气浪将汽车震飞数十米，待硝烟散去，所见之处都已变成一片废墟。拉维上校无意中发现一沓图纸，但因为只剩下一半，并没有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只能带回去交给技术人员鉴定。因为剧烈的爆炸，房子里只剩下一些尸体残骸，在尸体中确定有一个与瘸子是有血缘关系，但不能确定是谁，是瘸子还是他的父亲。拉维询问周围的村民，有2人证实，事发当天瘸子和他的保镖确实出现在了村子里，但耶尔格尔觉得瘸子不在这里面。与此同时，在距离他们不远的一片草地上，瘸子拿着手机和伊萨商量着运送导弹的事宜。正如耶格尔所料，他没有死。随后，北高加索的电视里出现一则新闻。9 утра по московскому времени группа вооруженных людей на 2 автомобилях ворвалась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 номер 1 города Беслана. От 250 до 400 человек. 恐怖分子在各地挑起事端，自己却无能为力。耶格尔的心情差到了冰点，回头又看到铁木在折纸鹤，更是气不打一处。自从铁木来到北高加索，没有一件事做的让他满意的，先是把一个已经死去1年多的恐怖分子的照片贴在公示板上，让他盯个梢，竟然还睡着了。现在又在搞什么折纸鹤？耶格尔大喊着让他站起来。铁木知道又要挨骂，连忙拿出自己今天早上发现的情报。瘸子的卫星电话又开始活动了，他联系的人是一个叫伊萨的男人，并拿出了照片。耶格尔一看，瞬间就认出这个男人是瘸子的手下。原来2年前，瘸子杀完镇雅之后，还想要杀他，是伊萨救了他。随后，耶格尔顺着地址找到了伊萨，伊萨见到他也是一愣，随后便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耶格尔想要知道瘸子的下落，可伊萨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出卖朋友。听到这话的耶格尔冷笑一声，随即质问道：2年前拿我交换你的家人，难道不是瘸子让你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吗？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践踏任何人，包括你和你的女儿们。这句话猛击了伊萨的痛处。自从做了父亲，他所关心的就只有自己的2个女儿。耶格尔并没有逼他立即做出决定，而是留在自己的号码后转身离开了。
瘸子告诉穆拉德他购买导弹的目的。不久以后，列宁格勒将会举行一场重要会议，总统本人、全世界的要人都会参加。如果在这里搞出些事情，那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会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叶格尔也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发现一个叫做克洛伊的临时特工和瘸子在同一部队服役过。再联想到防空导弹的丢失，他不由得怀疑起了这个克洛伊。但拉维上校认为，只是在一起服役过，并不能就此判断两人有联系。如果按照这个查法，有嫌疑的人多了去了。耶格尔仍然觉得有问题，于是带着铁木来到克洛伊的家。他让铁木待在房子外面，自己一个人进入屋内勘察。可看了一圈，发现屋内并没有什么异常。正在叶格尔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忽然感觉脚下的地板不太对劲儿，好像是悬空的。他掀开地毯，果然发现一个暗门。他将门打开，走了下去。地下室里听到声音的瘸子也立即警觉起来，将电脑切到监控画面，注视着叶格尔的一举一动，并慢慢地将手里的冲锋枪上膛，对准门口。叶格尔慢慢走进地下室，发现这面除了一些废旧物品，一个人影都没有。此时他与瘸子只有一墙之隔。然而就在叶格尔准备再仔细检查一番的时候，手机却响了起来，是伊萨想通了。可因为地下室信号太差，叶格尔不得不出去接电话。Приезжай ко мне на работу. Буду ждать. Сегодня. А завтра нельзя? Нет, приезжай сейчас. Боюсь, передумаю. 临走前，叶格尔将铁木留下，时刻监视房子周围的情况。伊萨将瘸子的运输导弹的计划全盘托出，只是他现在也不知道瘸子在哪儿，具体行动时间也没有定下来。随后两人制定了一个针对瘸子的计划。完事后，叶格尔开车来找铁木，却发现铁木已经死在了草丛里，手里还捏着一个折纸鹤。同时，戴维上校发现，从瘸子老家发现的图纸上画的是莫斯科圣彼得堡飞行路线的复印件。瘸子想要做什么，已经不言而喻。目前伊萨是他们唯一可以抓到瘸子的导线，即便拉维等人并不相信他，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这天，伊萨正在陪着自己2个女儿玩游戏，忽然接到瘸子的电话。3天后，运输导弹计划开始，让伊萨做好准备，必须按照他制定的路线，从格鲁吉亚运到印古什塔斯科村，在那里与瘸子的人接头。伊萨连忙将情报告诉给叶格尔，叶格尔与拉维等人展开讨论。他建议用炸弹干掉卡车，把瘸子一起炸飞，但前提是瘸子会亲自押送。这点拉维上校不敢肯定，万一瘸子不出现，那不就前功尽弃了？但叶格尔十分肯定瘸子会出现。3天后，伊萨开着卡车从隧道中缓缓驶出，叶格尔扮成海关工作人员，开始在车底进行检查，趁机将追踪器藏在卡车底部。天空上的监视器也足以让特遣队看清楚他们的一举一动。伊萨开着车在路上行驶着，突然一辆汽车加大油门冲到他的车前，车上下来一个男人，男人将手里的手机递给伊萨，电话那头的人是瘸子。瘸子让伊萨带着这个男人一起上路，名义上是互相照顾，实际上是监视伊萨不要搞小动作。不仅如此，卡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护送车，这让特遣队急得满头冒汗，生怕后面的人发现车底的追踪器。天上的无人机很快就会失去作用，因为哪里随时都会出现强风。男人的出现给特遣队带来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现在他们面临2个选择，要么让瘸子得到导弹，要么现在炸毁导弹放跑瘸子。但叶格尔还是想要相信伊萨一次，他觉得后面那辆车不会全线押送，因为这样会引起发烧站的注意并上报他们。伊萨开着车来到加油站，此时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换成了警员，他趁着给男人拿水的间隙，告诉伊萨不要喝瓶子里的水。伊萨再次上路，后面的车在跟了一段时间之后掉头离开。喝了掺有迷药的男人慢慢昏睡起来，伊萨趁机将卡车开进事先与叶格尔说好的地点。在技术人员对汽车进行排雷之后，特遣队立即上去，将卡车上的螺丝钉全部拧下来，取下钢板之后，里面大有乾坤，里面放满了各种导弹，一发就足以让里海30个人死无葬身之地。可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单方防空导弹。耶克尔抬头望了望车顶，搬来凳子，将车顶的螺丝卸下来之后，一枚防空导弹忽然出现在大家眼前，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么多的导弹，瘸子是想让所有人都一起下地狱吗？时间紧迫，特遣队来不及犹豫，他们在导弹之间安装上遥控炸弹，将钢板归位之前，耶格尔将铁木的纸鹤放了进去，还在卡车各个死角安装上微型监视器，随后便让伊萨若无其事地将车开出去。两人约定，伊萨做出抹脸的动作为信号，在这之后的1分钟内，耶格尔不会按爆炸弹，伊萨利用这1分钟时间尽量走远。伊萨开车继续上路，男人半路醒了过来，伊萨镇定地告诉他，他睡了3个小时。
男人虽然疑惑，却也没有多想。可就在这时，卡车的发动机出了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伊萨只能让男人打电话通知瘸子。很快，瘸子的手下开着车来接应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带到指定位置，中途改了方向。怕什么来什么，卡车底部的追踪器失灵了，无人机因为风力坠落，特遣队一时间失去方向，也不知道位置的前提下，他们不能随意安爆炸弹，担心波及到平民。就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卡车碾过一块石头，受到颠簸，追踪器竟然有了信号，特遣队这才得以继续追踪。很快，他们来到地点，伊萨将武器交给瘸子之后，便以累了为由走到一旁休息，并向叶格尔做了摸脸的动作。叶格尔瞬间开始计时，尽管拉维等人担心错过时机，一直在催促他按下遥控器，可叶格尔一直盯着手表，直到1分钟。随着一声巨响，卡车变为灰烬，现场一片狼藉。特遣队赶来，叶格尔却发现了伊萨的尸体。原来伊萨在做完动作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选择跪在地上，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结局。即便他活着出去，也很难不被恐怖分子猜忌，毕竟车是他开的。反而只有他死了，自己的2个女儿才能得到好的照顾。这群老毛子太狡猾了，将毒药倒进蒙古人的水源里，仅仅2桶就让蒙古士兵扑通不止，纷纷倒地，就连战马也没能幸免。看着蒙古人好像中邪一样的扭动身子，老毛子们笑得直打滚，可他们的头目却是一脸凝重，因为他明白战争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头目叫科洛夫，从小就希望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为此疯狂练习双剑技能。有一次，科洛夫跟随良赞公国卫队外出，遭到了蒙古小股部队的袭击，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只要一睡觉就会短暂的失忆。不过这次遭遇也让他掌握了蒙古人的战斗技巧。如今13年过去了，科洛夫不仅娶妻生子，还成为了良赞公国卫队的卫队长。他更是用童年时学到的蒙古人战法训练手下的士兵。从蒙古第一次入侵之后，已经过去了多年。作为罗斯东部最容易受到游牧民族攻击的良赞，逐渐已经忘记了蒙古人的恐怖。但是在一次新生儿的洗礼仪式上，突然哨兵来报，此时蒙古10万大军正在距离良赞2公里的地方。这一消息顿时引起了全城恐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就连国王也坐立难安。而此时丞相给国王出了个主意，让他给蒙古王进贡，只要他们拿到贡品，或许就会放过他们。国王一听觉得可行，虽然这个方法会让国家穷2年，但只要不亡国，一切都还有机会。随后国王立即下令让科洛夫和大王子带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来到蒙古营地，见到了蒙古王，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可蒙古王压根不想要什么贡品，他想要的是科洛夫的国王跪在地上对着他唱征服。看着蒙古王一脸欠揍的样子，本来就不愿意谈判的大王子忍不住了，真打起来还不知道谁跪谁呢。科洛夫也看出来蒙古王根本就没有想要谈判的想法，也不再和他打马虎眼。Я думаю, что все вашим станет, если нас не будет. 蒙古王很佩服他的勇气，当即送给他一面免死金牌。有了这个东西，科洛夫可以在蒙古人的地盘任意通行，只要他有需要，皇室还会为他提供粮食、衣物和马匹。这可不是蒙古王突然发了善心，他是想让科洛夫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不得不说，蒙古王确实够嚣张，不过他也确实有嚣张的资本。要知道，以当时蒙古的实力，统一世界也不是不可能的。双方里的气氛越发凝重，而跪在桌子下面充当人肉桌腿的各地俘虏，也在这时终于忍受不了蒙古人的残忍手段，趁着这个间隙掀翻桌子跑了出来。一时间营帐里乱作一团，而蒙古人本人也不在意什么，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直接下令对克洛夫一行人发起了攻击。克洛夫一行人也不是软柿子，抄起家伙就和蒙古士兵扭打在一起，杀了不少敌人。但在突围途中，大王子为了保护克洛夫一行人撤离，独自一人阻挡蒙古士兵的追击，不幸被一刀斩杀。克洛夫一行人跑到森林里，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遇上了暴风雪，所有人都要被冻成冰块。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在他们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头大黑熊。克洛夫一行人大气不敢喘，难道今天他们就要成为大黑熊嘴里的美食了吗？正在所有人严阵以待的时候，大熊的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修道士，在他的安抚下，大熊并没有伤害他们。修道士将克洛夫等人带进山洞，还给了他们一些吃的。吃饱喝足后，众人开始躺在地上休息。可克洛夫却不敢睡，他害怕自己第2天醒来忘记所有事。一夜无话，克洛夫一行人牵着马匹回到国家，却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雪地里到处都是同胞的尸体。昨晚蒙古王派人攻打了克洛夫的国家，蒙古士兵爬上城墙，见人就杀。城墙下
蒙古人不断用他们的投石器向城内投射火焰巨石，百姓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摧毁，战士们死不瞑目，妇女在大街上被肆意凌辱，瘦弱的公主举起弓箭反击，却被一刀斩杀。昔日高高在上的国王也被当众分尸。克洛夫的妻子瞪着眼前的蒙古士兵，眼神中充满坚毅，最终被压倒在废墟里。一片火光中，曾经的家园被燃烧殆尽，黑气漫天，空气中充斥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透过脚下这片焦土，克洛夫似乎可以看到战争的惨烈。他来到自己家门前，在废墟中发现妻子的笛子，他跪在地上，想起昔日一家和睦的场景，不禁流下了无言的泪水。很快，克洛夫按捺下内心的悲伤，和手下重新拉起代表牺牲的鼓钟。克洛夫用力敲响鼓钟，钟声回响在残败的城市中。穿过了森林，幸存的百姓纷纷冒出头来，树上、地窖里、门板后，大家循着钟声聚在一起。在经过一场大战之后，他们的脸上满是无措、迷茫，而钟声也吸引来了驻守在附近的蒙古士兵，大家四散而逃。克洛夫却缓缓地坐在地上，周围的蒙古士兵不断靠近，他们将一个绳索套在克洛夫的脖子上。突然，克洛夫站起身，冲着离他最近的蒙古士兵脸上就是一拳，士兵被打倒在地，随即转身抽出绳索，将另一名士兵掀下台阶。克洛夫手持双刀，一声怒吼，在双剑技能与主角光环的加持下，只用了1分钟就将对方的一支小队全部消灭。这时，躲在一旁的人们跑出来，对着躺在地上的仇人疯狂补刀。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克洛夫一行人决心阻止蒙古人的侵略。克洛夫分别派了3个人前往附近的国家寻求援军。克洛夫告诉他们，按照他提供的路线，中间会有一个分岔口，一定要记得往右走，往左走会遇上蒙古士兵。然而在行驶过程中，一个使者因为体力不支晕倒在马背上，而他腿下的战马竟然直接带着他去了左边。安排好一切之后，克洛夫一行人便开始尾随蒙古大军。他们先是在河流中下毒，仅仅2桶就让蒙古士兵在行军过程中不痛不止，纷纷倒地，就连战马也没能幸免。躲在山坡上看着全过程的老毛子们笑得直打滚，可克洛夫却觉得不够。他拿来弓箭，将蒙古王给的免死金牌撕下一半，绑在箭头上，并射在蒙古大将军身边的马车上。这给正在教训负责检验粮食和水的长官吓了一跳，随即他反应过来，命令士兵朝着弓箭的方向前去追击。但克洛夫一行人可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得逞。克洛夫静静地站在雪地里，在他的身后是追上来的蒙古士兵，他们手握大刀，一步一步地向着克洛夫走近，挥手想要砍断克洛夫的脖子。突然，无数支利箭破空而出，将他们全部射倒在地。随后，克洛夫一行人开始搜刮他们的武器和靴子。正在大家为自己的战利品欢呼雀跃时，克洛夫忽然倒在了地上。为了不让自己忘记发生的事情，克洛夫已经3天没睡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蒙古营地里，蒙古王看着手里一半的免死金牌，若有所思。而另一边，克洛夫一行人也没有闲着，他们利用蒙古士兵迷信的弱点，装扮成鬼怪潜入蒙古军营里。他们身穿吉利服，相当吓人，有的士兵真的以为见到了冤魂，吓得哇哇大叫。蒙古士兵军心已乱，克洛夫一行人依靠灵活的走位以及特殊的装扮，一个接着一个的收割蒙古士兵的人头。解决了驻守的蒙古士兵后，克洛夫一行人又启动了蒙古人的投石器，巨大的火球划过夜空，像是流星雨一般落在蒙古营地内。士兵们吓得四处逃窜。很快，蒙古军队的后勤补给就被一片火海包围。这时，蒙古大将军在一名士兵身上发现了另一半免死金牌，不用想，肯定是克洛夫留下的。看着烧红了半边天的军营，蒙古王气得发抖。不得不说，克洛夫这一仗打得漂亮。然而，一场小胜并不足以弥补巨大的劣势。克洛夫派出去的2名使者成功来到了邻国，但对方一听克洛夫只有20几个人，都拒绝向他们提供援助，甚至觉得 С ордынцами в чистом поле биться. Верная погибель.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继续孤军作战。而那位跑错路的男人更是惨，蒙古士兵很快就发现了他。Страшно. 蒙古士兵也是凶残，竟直接把他做成了人棍，还故意放在了树林里。第2天一早，克洛夫独自一人外出探路，发现了已被掏空身体的男人。此时，蒙古军队已经埋伏在了周围，他们向克洛夫发起了攻击。虽然克洛夫奋力反抗，但双拳难敌4手，很快就落在了下风。危急关头，一阵暴风雪袭来，刮得蒙古士兵们睁不开眼睛。与此同时，一只大黑熊出现在克洛夫的身后，一个跳跃来到了蒙古军队的阵营。大黑熊身形高大，力量惊人，
短短几个照面就将蒙古士兵杀得片甲不留。修道士也带着一众难民冲了上来，这才让科洛夫化险为夷。接连不断的骚动让蒙古人人心惶惶，就连蒙古大将军也打起了退堂鼓。愤怒的蒙古王决定亲自指挥部队剿灭科洛夫一行人，还要在所有的士兵面前揭露这个鬼魂的真面目。随后，蒙古王下令整个军队掉头，对科洛夫一行人展开追杀。这个决定正如科洛夫一行人的心意，他们的目的就是拖住蒙古军队，不让他们继续侵略。但现在科洛夫却犯了难，因为他们遇到了一群躲在树林中的孩子。为了让孩子安全撤离，科洛夫一行人不得不与蒙古人正面决一死战。随后，科洛夫决定兵分两路，分出2人护送孩子。雪橇上有船帆，可以在水上行驶，只要到河边扬起船帆，跑得绝对比马快。另一路人则负责挡住蒙古军队。孩子离开后，科洛夫一行人开始布置陷阱。他们砍伐森林里的树木，细的木棍、削尖做成陷阱，大的就抬到山坡充当滚木，再提来几桶水倒在斜坡上，让其冻成冰。科洛夫一行人等了大半天，蒙古人终于来了。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蒙古士兵就像望不到头，而科洛夫一行人只有17个人。随着战鼓响起，一支蒙古士兵试图爬上山坡，可由于地面洒水结冰，他们根本爬不上去，一不小心就摔了个狗吃屎。随后他们换上钩索，眼看即将到达坡顶，科洛夫一行人拉起隐藏的滚木，又将他们推了下去。耐心耗尽的蒙古王直接下令放箭，随着一声令下，密密麻麻的箭雨落在整个山坡。科洛夫一行人连忙躲在木板下面，没反应过来的人直接变成了刺猬。可放了几波，蒙古人就停了。原来是蒙古大将军为了找回自己的颜面，直接向蒙古王请示，也要亲自带人去和科洛夫决一死战。他们利用人海战术爬上坡顶，可没想到还有陷阱，再加上科洛夫一行人强悍的战斗力，一时间就和蒙古大军战成平手。但这样硬碰硬的战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面对不断攻上坡顶的蒙古军队，体力逐渐耗尽的科洛夫一行人开始落了下风。看着出生入死的兄弟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科洛夫彻底怒了。他手握2把利剑，大将军要和他单挑，却被一招砍掉了脑袋。眼看大将军死在眼前，蒙古士兵们也开始对他们发起反击。科洛夫一行人以一敌10，冲入蒙古军队，用刀砍，用剑刺，用木头砸。为了能够为孩子们争取时间，也为了死去的家人们，他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恍惚间，似乎能够听到刀剑刺入皮肉的声音。片刻后，蒙古人再次被击退，而科洛夫一行人也死伤惨重，没剩几个喘气的了。科洛夫在山坡上插上了国旗，他那视死如归的气势甚至镇住了蒙古王。他派手下问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而科洛夫的回答也很干脆。恼羞成怒的蒙古王下令使用投石机消灭他们。随着一颗颗火石落下，战士们纷纷倒下。这时科洛夫看着远处飘起的船帆，他开心地笑了，孩子们得救了。忽然无数颗石头重重砸向科洛夫，科洛夫倒下了。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周围躺满了战友们的尸体，而他也没有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或许他那所谓的失忆只是年少时蒙古人留给他的心魔罢了，如今他全都记得，再也不会忘记。科洛夫脱下甲胄，最后一次拿起双剑，看着面前连滚带爬的男人，蒙古士兵竟然怕了，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终于科洛夫再也撑不住，倒在了地上。蒙古王来到他的身边，看着这个直到死都在战斗的男人，大为震撼。随后命令手下给他一个最高荣耀的埋葬仪式。从那以后，每一个和蒙古人作战的士兵都站在山丘上并肩作战，因为科洛夫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始终为祖国而战。